还意外穿书成了恶毒女配，并绑定了一个超雄系统。别人的系统不是让宿主无脑生娃，就是为了好感度让宿主疯狂跪舔，而他的系统主打一个干就完了，绝不委屈自己。所以当书中男主污蔑女孩勾引他，想将他赶出恋宗时，女孩的系统疯狂叫嚣：抽他抽他抽他，给我狠狠的抽他，这就是你的第一个任务。此时恋综节目录制现场，刚穿过来的关羽一脸懵逼，不是要讨好男主吗？系统斩钉截铁，抽他！关羽苍白的张了张嘴，就这么干巴巴的硬抽啊？不铺垫一下吗？铺垫什么？我们坏人就是要办坏人做的事，好事那是主角做的，听我的，想要活下去现在就抽他，不得了了，绑了个超雄系统。众目睽睽之下，关羽动了，迈着矫健飞快的步伐，牵动着所有人的视线，他跑到少羽面前站定，含情脉脉的仰头看着书中的男主。少羽嫌恶的别开视线，你放弃吧，我是不会喜欢。啪的一声，他话还没说完，关羽已经干净利落的冲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系统提示：宿主生命值+1。关羽惊喜的看着自己的手，这么容易吗？那再来一巴掌呢？系统再次开口：看到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女孩了吗？那就是女主江苏安。关羽看向人群中某个身影，似乎天生自带耀眼的光芒，一袭亮白色长裙烫着洋娃娃卷，眼睛又亮又大。看到了，那是你的第二个任务。关羽试探性的问道：接近他，讨好他，女主总不是他这等小小炮灰能扇的吧？系统笃定的开口，自信的不像一个好桶。抽他，那没办法了。即使女主看着他的眼神水灵灵的，还十分的无辜。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关羽还是毅然决然的扬起右手，只是他刚想扇下去，却发现怎么都动不了了。关羽不解的转头一看，干什么？少羽眼神阴沉，几乎是一字一顿的从牙缝中挤了出来。你敢动他试试？试试就试试。关羽挥起另一只手，对着江苏安的脸就是一下，虽然左手力道不大，但还是在他白嫩的脸上留下了一抹红痕。江苏安难以置信的捂住自己的脸，眼睛升起薄雾。姐姐你干嘛？系统提示：宿主生命值+1。关羽得意的举着左手，在恨不得吃了他的少羽面前展示。众所周知，人是有2只手的。闻言，少羽咬牙切齿，而此时的关羽已经出场反派甜头，不用系统催促，率先发问：还有吗？接下来还扇谁？导演从愣神中反应过来，连忙开口制止：小关，你干什么？扇他！闻言，关羽面无表情的走向导演，然后熟练的一抽，宿主生命值+1。捂着脸在风中凌乱的导演风中凌乱，副导此时也赶紧跑来劝架，刚张开口话还没说完，关老师你……系统冷漠吩咐：继续扇。关羽想起了这个副导演，常常私下贩卖他莫须有的黑料，靠造谣原主来赚外快，他毫不犹豫的又是一巴掌，就你编我黑料是吧？男嘉宾来劝，关小，啪！女嘉宾来劝，姐妹你，啪！脑海里的生命值提示不断+1+1，关羽像是打开了新大陆，原来这就是反派的爽感吗？他眯着眼睛来到扛着摄像机颤颤巍巍的摄影师面前，即使摄像师一个字没说，关羽也没想放过他。就你老是故意拍我黑角度机位，还偷拍我黑料卖给黄牛是吧？我没。导演见关羽越来越不受控，再看看直播间人数已经冲到了10几万人，并且相关词条已经冲上了热搜，热度还在不断攀升，他连忙向后跑远了几步，离关羽远远的，然后硬着头皮喊道：好了好了，我相信你没勾引少羽了，咱有话好好说。这直播间摄像头还录着呢，全程开着直播的摄像机，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直播间的观众也是议论纷纷，关羽疯了吧？正常人谁会逮着人就抽啊？几天一条黑热搜，不愧是专宠黑粉第一人。关羽看着旁边黑漆漆的镜头思索了几秒，突然伸手握住摄像头对准自己，看到屏幕上突然出现的大脸，直播间沸腾了，哼哼，要对着镜头又红着眼睛道歉了吧？晚了，居然敢勾引我们的小少羽，还伤我们的小安安，这次不喷的他退圈才怪。关羽伸手毫不犹豫的也给了摄像头一下，只顾着抽他们，忘记抽你们了。大胆，人在家中坐，巴掌天上来，不造啊！我在我家马桶上好好蹲着，手机店莫名其妙的给了我一巴掌，不是说我上网是来当皇帝的吗？呜，我只是慕名来吃个瓜，怎么刚进直播间就挨了一个大壁咚？话说为什么突然奖励我们？能不能多来几下？楼上的你爱思爱慕啊！看到这一幕，导演眼前一黑，不知道如何收场。与此同时，门口出现了2道身影，是你们电话通知我们过来的吗？其中一道身影西装革履，鼻梁上挎着金丝框眼镜，礼貌的敲了敲房门，外面没人，所以我们就自己进来了。另一道冷肃颀长的黑色身影，头戴黑色冷帽，身穿无袖上衣，露出手臂上恰到好处的肌肉，线条流畅而又好看，一双狭长明亮的凤眸充满冷意。关羽靠在门框，抬眸正好撞上那双带着冷意的眼睛，眼神对上的刹那，男人的视线微颤，像是平静无波的清灵碧湖被投下一块石子，泛起圈圈涟漪。此等男色面前，关羽内心毫无波澜。系统这个删吗？删！系统刚说完一个字，关羽已经眼疾手快的对着那冷酷的帅哥就是一巴掌。系统大急，听我说完好吗？是删个屁啊！宿主生命值减1。那银发帅哥的脸微微向一边偏去，像是没有反应过来，接着若有所思的伸出手碰了碰嘴角。关羽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系统恨铁不成钢，他是你男人啊！季锦州，本文中最大的反派豹，你删他不就是在做好人好事吗？见他的眼神落在自己身上，助理笑眯眯的捂住自己的2侧脸颊。夫人，抽了我们老大就不能抽我了？关羽心不在焉的摆手敷衍，顺手的事。助理大惊，连忙后退。导演像是碰到了救星，连忙迎了上来，拉着助理和季锦州避开摄像头，准备带去走廊外详谈。季锦州面无表情的盯了关羽好一会，然后冷言冷语的开口：一起出来。导演看着眼前的人，气势非凡，一看就不是个平头小户，语气不自觉的客气了不少。您是？助理递上一张名片，我们是季氏集团的，这位是我们的总裁。导演惊奇不已，早就听说季家总裁相貌惊人，没想到真的丝毫不逊色于当红明星，甚至可以艳压所有人。请问季总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吗？闻言，助理开口：是夫人的经纪人给我们打了电话，说这里出了点误会，正好我们顺路来接夫人回家。导演，你们这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和我以及律师谈。夫人，助理笑着抬手示意，这位就是我们夫人。导演倍感震撼的瞪大眼睛，这助理虽然嘴上说着只是来看看，可话里话外都是要替关羽撑腰。原来这就是电视剧里常演的掉马打脸环节，打脸狗眼看人低的反派，而反派竟是他自己。此时关羽接过话，导演，我有这样的老公，你觉得我会看上那条烧鱼吗？还主动勾引他，
笑话。关于展示宝贝似的拍季锦州的胸膛，看这大高个大胸肌，论姿色，季锦州可比少宇好看多了。至于好男色的原主为什么不对他下手，原因只有一个，季锦州偏执又可怕，无论是色诱还是威逼都拿他没有办法。久而久之，原主就把心思移到了外面男人们身上。关于有点感叹，原主还真是个博爱又心地善良的女人，想给全天下男人一个家。季锦州冷着脸把他的手从自己胸上拍开，导演一脸幸福的连连点头。狗要是家里有马桶，确实不会出去外面找屎吃。助理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关于瞪大眼睛，谁找屎吃？季锦州皱眉，谁是马桶？小关啊，你是季夫人的事，怎么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看这误会闹的，导演讪笑两声，看来今天的事确实是我们错怪你了。关于从善如流，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反正也不全是误会。既然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季锦州扫了一眼关于，微微点头，然后转身要走。导演连忙喊住他，像是发现了新商机。季总，您还缺夫人？不是，您有想过加入我们节目吗？正好可以和小关多相处相处。导演正苦恼隔壁的恋综有一个有颜有钱有身材的总裁当看点，吸引了大部分观众，导致他们收视率下滑。要是商政界鲜少露脸的季家总裁能参加他们的节目，那收视率肯定差不了。不要！季锦州冷声拒绝，没有一丝停留的转身走去。宿主让他参加，系统仰天大笑，发出了只有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反派猖狂笑声。结，作为反派就是要让所有人平等的不痛快。季锦州不想参加，那我们就偏要让他参加。关于愣住，这到底是什么中二又邪恶的系统？他转头看向导演，导演，我要是能让他参加，能给我涨工资吗？导演没犹豫，涨，那我要涨8成，给不了，最多3成、7成，只能4成。关于朝他使眼色，示意季锦州离开的背影说道，人这一走，你可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导演咬牙，5成，成交。接着关于不给导演反悔的机会，转身冲着季锦州的背影喊道，我老公要参加。季锦州听到他的声音停住脚步，回头嗤笑一声，你在外头的老公多了去了，你叫哪个老公？当然是老规矩，谁在场就叫谁。关于小跑到他身边压低声音，3年，只要你答应参加，我们的合约从5年缩短到3年，你可以尽情去追求你想追的人。他们是契约婚姻，因为季锦州的奶奶执意要他娶原主，不惜以绝食相逼。季锦州拿老人家没有办法，私下找他签了个5年的协议，而他每个月会拿到一笔不菲的钱，所以原主答应了。此时关于见季锦州神情略有犹豫，他又试试添油，等你到5年，你那白月光都到了带球跑那一步了，就算你想喜当爹，还得问天才萌宝的意见，最后当个炮灰的命。看季锦州犹豫，助理突然插话，一脸的情真恳切，季总三思啊，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您这样的 flag 10个有8个都是追妻火葬场啊，追妻火葬场就他。季锦州冷笑道，这样的女人我走路上摔倒能砸晕5个，我会追她？做梦。闻言关于瞪大眼睛想瞪死他，助理委婉提醒道，至少没有女人赶上来就抽你一嘴巴子的。其实私心上他是不想让总裁和夫人离婚的，倒不是夫人是多好的人，纯粹就是我不可能会爱上这种女人的 flag 实在太毒了，以后总裁很大概率就会追妻火葬场，而他的工作量会激增，包括但不限于查夫人的行程，查夫人的新住址和手机号，给夫人送花被轰出来，给夫人送吃的被轰出来，给夫人送礼物被轰出来，帮半夜发烧的夫人叫医生，随时准备一份夫人身边出现的小孩 DNA。 想到这里，助理开口劝道，别人吃嘴子的年纪，季总您还在吃大嘴巴子，实在有点丢脸。季锦州略感无语，但他很快恢复淡然，开口说道，只有打输商业上的战才会让我觉得丢脸，吃不吃什么的那是还未开化的动物想的，我并不觉得丢脸。助理笑道，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季总您有点让我丢脸了，在他们助理界哪个不是通读各大平台榜单上的总裁小说，这种 flag 怎么能瞎立？季锦州眼神冷厉，好大的狗胆，要不是他是助理榜上好评前5名，他一定把他辞了。不管怎么样，这节目我参加定了，婚我也离定了。季锦州笃定道，目光直直对上满脸期待的导演，下一次节目我会来录制，你和他交接时间。是。助理机不可查的叹了口气，掏出手机和导演交换号码。这些总裁一天天的情爱的，剧场里多搬几趟砖就老实了。导演喜不自胜的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漫不经心的一瞥，发现这位面上正经的好助理顶着一张正经无邪的脸，正在改他老板的备注，把一开始的备注有钱的爸爸爸爸你真好改成了大倔驴，想了想又觉得不好，删了1个字，又补上2个字，大倔小子。改完备注的助理心满意足的收起手机，对上已经惊呆的导演眼睛，助理微微一笑，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导演一转头就看到关于偷笑着冲他举起5根手指，明晃晃的暗示5成哦。导演一脸无语，这2口子一个大倔小子，另一个是大馋丫头啊。而今天的恋综节目因为关于这个意外暂停了录制。关于离开用来录制节目的民宿楼，这里是郊外，他百无聊赖的等着公司的车来接他回市里。一辆低调的豪车缓缓停在他面前，驾驶位降下车窗，露出助理那张毫无打工人怨念的笑脸。夫人，我们一起回去吧。关于透过车窗看到了靠窗的那人，双手抱胸闭着眼睛，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模样。关于想了想，要等公司的车还得半小时，不如蹭他们的车回去。他拉开车门上了车，毫无心理负担的坐在季锦州旁边。季锦州像是怕被他占便宜似的往里挪了挪，关于也不在意，反派嘛，心里多少都有点变态。关于脱下美丽刑具的高跟鞋，整个人都舒服了不少。好了，走吧。等等，我们还要等安安小姐一起，这里不好打车。关于刚想答应，突然脑子却灵光一闪，浮现出了一些零星被他遗忘的小说细节，可文字片段稀碎，怎么也连不成片。不对劲，反派男二和女主合体出现，必有大事发生。他绞尽脑汁回想，终于猛地想起来了，江苏安和季锦州在回去路上会发生车祸，原著中2人劫后逃生，车都被夹扁了，而2人竟然只受了点皮外伤，吊桥效应加劫后余生，他们感情还升温了不少。关于懊恼不已，这2个天选气运之子在神仙打架，他一个小小炮灰留着找死了，2个天命之子可能只是受点皮外伤，而他怕不是要跟车一样被夹扁。想到这里，关于急忙开口，那我有急事先走了。他不由分说就要开门下车，手腕被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眼的季锦州攥住，他懒洋洋的开口，听见安安的名字就要跑，心虚了。关于弯腰穿鞋，头也不抬的反怼，听见安安的名字我就很不安了。安的主角
不安的是炮灰啊！季锦州看他着急忙慌的动作，像是在害怕什么，有点疑惑，为什么要走？再不走3人行必有我师。关羽越想越不妙，匆匆穿好鞋，拿起包，临下车前他拍了拍助理的肩膀，看在同是天涯小炮灰的份上，想着带上这个小助理，你跟我走吗？虽然原著没怎么描述作为司机的助理伤情，但一个小助理，那结果还用想吗？季锦州不解的微一挑眉，你还要挖我的助理？助理依旧温和的笑着拒绝，抱歉，助理守则第423条，不可以与总裁夫人产生亲密接触乃至私奔，轻则被辞，重则黑化。谁要和你私奔啊？神经病！关羽翻了个白眼，恨铁不成钢，人家2个是神选之子，你跟着上去，万一出了意外，车祸呀、泥石流啊、雪崩啊什么的，你只有垫背的命。夫人，助理有些不可置信，眼里还有点委屈和难过。季总和安安小姐是神的孩子，难道我就是神的弃子吗？说话的功夫，关羽已经到车外了。稳是的，你包是阎王精选。这时车载通话铃声响起，助理看了眼来电，把手机交给后座的季锦州。季总，老宅的电话。季锦州接过手机，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他挂了电话，俊脸微沉，对着关羽开口：上车，今晚一起回家，我自己会回，抓紧时间，不要让我下去抓你。抓紧什么？抓紧去死吗？季锦州疑惑，他像是顿悟了什么，弯起的眼眸点缀着零星笑意。醋了？你很嫉妒安安？还醋了？我还毫油生抽呢。关羽搓了搓手臂，起的一层鸡皮疙瘩，说道：我嫉妒他个姜蒜。闻言，季锦州眼里闪过凌厉，是姜苏安，不是姜和蒜，我管他葱姜蒜呢，他是蒜苔都没用。上来不上？两人的眼神在空中交汇，谁也不让谁。季锦州居然从那双眼睛中看到了对生命的渴望，他败下阵来，你先上来，我不接安安了。关羽这才满意，3步并作2步的上车，略带得意的对助理抬下巴，开车吧。一路上，关羽心情显然很好，玩着手机，哼着小曲。季锦州看不惯他这逍遥样，忍不住开口：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关羽丝毫没有被骂的不爽，反而飞扬的眉眼中满是兴奋，再多骂几句，你骂得我好爽。季锦州扶着额头，一脸无语，而坐在驾驶位的助理一脸问号，这是他能听的话吗？季锦州扶着额头，一脸无语，而坐在驾驶位的助理一脸问号，这是他能听的话吗？突然一阵短促的手机铃声响起。关羽摸遍了全身都没找到声音的来源，谁的手机？是不是你们的？眉毛底下挂2弹，只会眨眼不会看。季锦州嫌弃的从他旁边的包里拿出手机扔给他。关羽接起电话，谁啊？您好，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综艺项目，请问你现在方便面是吗？我不是方便面，我是荷包蛋。关羽果断利落的把电话挂了，嘴上嘟囔着，这年头的诈骗电话都这么猖獗了。再一抬头，发现季锦州和助理看他的眼神显得十分怪异，像是在看傻子。关羽，你签的什么经纪公司？季锦州神情有些复杂。关羽想了想，属于原主的记忆渐渐在他脑子里回笼，好像叫什么大弱智吧，记不清了。季锦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你这智商确实挺适合这个公司的。关羽疑惑，什么意思？驾驶位的助理委婉提醒，夫人，您的公司叫大智若愚，不叫大弱智，那只能形容您自己。关羽转过头看向季锦州，你这助理哪找的？连总裁夫人都敢怼。虽然他在原文中只是个小炮灰，但这也太没大没小了吧。季锦州悠哉悠哉的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懒散的开口，顾助理是国外进修回来的高级特助，专业上的事不是你这种女人能懂的。他心想，这助理连他都敢骂总裁夫人，呵呵，那不是顺嘴的事吗？关羽敏锐的察觉到了某个关键词，他信顾，眼中瞬间转换了情绪，缀着幸灾乐祸的光芒。你完蛋了，身边进内鬼了。顾这个姓不是霸总就是霸总的医生朋友，潜入你身边就是要当卧底，倒是花你的钱，坐你的位置，还抢你的女人。闻言，助理扶了扶眼镜，正了正脸色，夫人，我在国外主修金融系，你果然想上位。季总对我很好，我没有认识的医生朋友，也没有想谈恋爱的打算。嘿嘿，对，我也是这样，我打工的时候也是这么搪塞讨好玩弄我老板的。助理无语的想把车开到沟里，他今天是非要被辞不可吗？说不定你以后就会把季锦州干翻，从此代替他霸总的位置，和江苏安进行一场热闹的多角恋。关羽叉着腰，明目张胆的继续造谣，反正他绑定的是恶女系统，祸害1000年，越做恶事活得越久。助理从后视镜多看了他好几眼，夫人，您的伟大畅想也骂得我好爽啊！季锦州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名为不抖爱慕就不能出去的空间，想扇这2个人，又怕他们舔他的手。此时低调的豪车平稳驶进偌大的花园，助理停好车后为他们开门。关羽鞋底刚沾上地面，一只浑身炸开毛的大棉花糖摇着尾巴就冲他扑过来了。他兴奋地把前爪搭在关羽的肩头，咧着大嘴摇尾巴。关羽认出来了，这条狗是小时候父亲送给原主的礼物。嘴硬固执的女孩不愿意接受父亲施舍的爱，一直对他很冷淡，连名字都不给他取，却偷偷把他设置成了手机壁纸。关羽揉了揉狗头，然后叫道：大棉花糖。季锦州狐疑的偏头看他，你不是都只叫他作吗？什么时候叫棉花糖了？不仅是他，棉花糖本狗也对自己的新名字很陌生，歪着脑袋疑惑看他。闻言，关羽丝毫没表现出惊慌，对着季锦州说道：怎么，你喜欢这个名字？那以后作这个名字就归你了。季锦州无语，他就多余说话。大棉花糖离开了关羽，冲向顾助理，亲昵的用头蹭着他的腿。顾助理，你好像很喜欢我们棉花糖。是啊，顾助理亲昵的揉了揉他的头，他长得像我大姨家的狗，所以每次看到他都很亲切。关羽心不在焉的点点头，他长得像你大姨啊。顾助理也无语了。季锦州的嘴角机不可察的扬了扬，对自家助理吃瘪这件事显得十分乐见其成。进去吧，里面的人都在等你呢。关羽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的盯着手心，人那么多，也不知道扇不扇得过来。季锦州隐隐有不好的预感。3人还没踏进家门，立刻有一位珠光宝气的妇女人迎了上来，用力往季锦州和关羽中间一挤，一屁股把关羽撞开，扯着季锦州的衣袖寒暄：这就是锦州吧？几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你还记得不？小时候经常和我们家蓉蓉一起玩呢。闻言，关羽笑出声：是啊，20几岁的人了，又长高了不少。妇人仿佛才看见这还有2人的模样，一副恍然大悟：这位是，我看着不像他妈吧？季锦州扯唇笑了笑，挣脱开妇人拉着他的手，懒散的把关羽揽进怀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正式见内，关羽冷漠的挣脱怀抱，不甘示弱的指着他，硬核的秀着恩爱。正式见人，季锦州又无语了。
妇人略有惋惜的叹了口气，我们家蓉蓉还天天念叨着她季哥哥，还想着能不能……哎呀，小季你也真是的，结婚了也不公开。不过也是，这婚姻嘛都是很短暂的，离了还能再找。这番话就差没明晃晃的直说。季锦州之所以不公布结婚的消息，就是因为不重视他的新婚妻子，并且不久后还要和他离婚。阿姨，鸡哥哥没了，他可以去找鸭哥哥呀。关于眉眼弯弯，笑容甜美，不给人留下画饼。闻言，妇人涨红了脸，你说什么呢？谁是鸭？我们家蓉蓉怎么会找鸭？关于学着他的声音拉高音调，谁是鸡？我老公怎么会是鸡？谁当过鸡了？花园内走出不少佣人，朝他们这边投来惊诧的视线。妇人低低的骂了声疯子，不愿意和他这没脸没皮的纠缠，匆匆进了门。季锦州目光沉沉，漂亮的眼睛闪着不明所以的意味。关于商量一下，什么？下次和人吵架的时候，不要乱枪扫射自己人好吗？好的。关于自觉理亏，低低哦了声。临近老宅大门之前，关于手机忽然开始震动了起来。他顿住脚步，身边的季锦州和顾助理停下来等他。他接通电话，只听一声男人的怒吼，极具有穿透力的通过听筒传了出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已经尽我所能平衡你和妹妹之间的关系了，你为什么还在不断的针对她？是我们前些年忽略了你，但你是姐姐啊，就不能体谅体谅你妹妹吗？她怎么你？关于果断挂断电话，声音戛然而止。季锦州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微微挑眉。谁的电话？表爸。季锦州疑惑。关于叹了口气，四爸非爸就叫表爸，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到处是神经。季锦州这才了然，是关叔叔，你又干了什么，能让温文尔雅的关叔叔都生这么大的气，扇了江苏安一巴掌啊？关于理直气壮的挺起胸，但我可不承认是针对他呀，我是平等的针对所有人，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来了一巴掌。他看向季锦州，用希冀的目光寻求赞同，你说对吧？季锦州冷笑，可不是吗？连他也没放过，明明他打了苏安和自己，他应该很生气，可是对上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他的烦躁就瞬间烟消云散。季锦州别扭的抬手挡住他的眼睛，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关于躲开，调笑似的随口一说，怎么，你不会是在想，明明这个恶毒的女人打了我和安安一巴掌，我应该还给她一巴掌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双亮晶晶闪亮亮的眼睛，我居然生不出一丝怒火吗？闻言，季锦州心口直跳，重合率这么高，他怕不是开挂了？季锦州侧过脸冷漠回答，不是，其实你的眼睛像车灯，我看了害怕被车撞。关于眯着眼睛不甘示弱，我才害怕你到笑面一般的锋利下颌角，睡觉的时候会把我枕头划破。季锦州挑眉，顾助理站在一旁笑眯眯的磕起了 CP， 都想到睡觉的枕头了。他已看了总裁文10几年的丰富阅历，保证这两个的婚肯定离不成。虽然那位安安小姐心地善良，但和季总不合适，一个穷追不舍，一个处处退缩，两个闷葫芦注定是不会走到一起的。还是和夫人般配些，两个人的身份一下子就反过来了，一个是穷追不舍的骂，一个是骂不过处处退缩。他不由自主的出声感叹，好久没看见季总说过这么多话了。关于了然点点头，他以前是哑巴吗？季锦州毫不留情的拆穿他，得了吧你就调过来在我身边1个月。顾助理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无意识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好像突然凭空出现一套管家服套在他身上。那通电话还没挂断多久，关于手机又响了起来。这次他把手机听筒拿远了些，才谨慎地接起电话。小鱼，他语速飞快，生怕被关于插上话。听着，你发疯的全过程已经传遍全网了，现在分析你病情的也有，添油加醋的爆料也有，过度解读你以往发飙视频的也有。我们公司的公关部的所有人已经忙疯了，现在怨念能养出厉鬼了，你千万不要回来，会挨揍的。还有，之前签约的不少合作方都对你的病情保持观望态度，要无限期推迟合作，违约金从你的私人账户上扣。我知道你看不上这些小钱，好好看病治疗啊！我在公司等你回来。等到关于从那串机关枪式的异常串话中反应过来，电话已经挂断了。关于悲痛捂住心口，财神爷，心里痛，比刚才被骂还要痛。夫人，事业低谷期并不可怕，曾经有人告诉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当奴隶。顾助理用自身例子来安慰他，所以我不断打拼奋斗，就是为了改变命运。关于好奇，那现在呢？日子都好起来了。顾助理舒了口气，现在少壮就当上了奴隶。关于深以为然，不错，你靠着知识改变了阶层，不打工之前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现在打工了，反倒是回到旧社会奴隶制了。而我们的努力就像小狗屁。两人对视一眼，齐齐叹了口气。季锦州一脸省略号，两个神经病。关于也担心在外面多待一会，还会有更多通电话打进来，设置了消息免打扰就进门了。今天是家宴，不是我弟弟在外面养的女人怀孕了。季锦州漫不经心地说道，现在在家里闹着呢，习惯就好。那我是不是要表演的恶毒一点，表现出我们长兄长嫂的威严？关于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是要恶毒一点。季锦州意味深长地上下打量着他，不过你本色出演就好。关于皱眉，什么意思？这是一处通往两个地方的分岔口出现在眼前，一头通往正厅，一头通往后花园。三人看着分岔路陷入了沉思。关于疑惑，从哪进？季锦州也疑惑，哪进？大哥，这是你家？季锦州恍然大悟，在2选1中选择了左边这条，走着。2分钟后，通过长长的走廊，三人终于来到了后花园。季锦州，关于咬牙切齿，一想到还要穿着恨天高走回那长长的走廊，他就眼前一黑。你人机啊，自己家都不认识，甚至2选1都能选错。季锦州不经意瞥见他边埋怨边揉着脚踝，薄唇微抿，不舒服。你穿着我这双鞋走那么远试试看。关于没好气道。季锦州皱着眉，在关于惊诧的眼神中蹲下身，动作轻柔地把他的鞋脱了下来，那双手也不嫌弃地握住他的脚踝，轻轻地按摩。哪里痛？这里吗？关于心安理得，掌中宝痛，拐骨那也有点痛。你的翅根痛不痛？小顾。季锦州突然叫到他，副助理吓得一抖，他看着那双15厘米的恨天高，惊恐不已。季总，我不要和夫人换鞋，他才不要穿高跟鞋呢，那得加钱。来了来了。关于三人偷听墙角，竟意外吃到季锦州的大瓜。季锦州弟弟老婆竟然喜欢
欢季景周，并且还怀了他的孩子。关羽震惊，看向季景周，一脸鄙视：“你这个七弟半女的渣男！”此时关羽走不动路了，脚疼。季景周在关羽惊诧的眼神中蹲下身子，轻柔地帮他脱了鞋子，然后转头喊道：“小顾！”顾助理吓得一抖，他看着那双15厘米的恨天高，惊恐不已。季总，我不要和夫人换鞋，他才不要穿高跟鞋呢，那得加钱。你白痴啊！季景周翻了个白眼，我是让你提着他的鞋。顾助理长舒一口气，那我呢？关羽问道。季景周摘了冷帽丢进顾助理怀里，随意地揉了揉杂乱蓬松的头发，然后满不在意地在他面前半蹲了下来。关羽一呆，盯着他的后背，心中暗想：季景周这个人真奇怪，不像总裁文里说的那样西装革履、成熟稳重，反而有点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也不狂狷霸气屌炸天。他温和有礼，偶尔还有点欠打，甚至还有点贴心可靠。上来，关羽小心翼翼地问道：“季景周，你是请鬼上身了吗？”季景周微微侧过头，细碎的发梢下眼瞳清澈如同夜空繁星。你再不上来，我就让顾助理和你换鞋。闻言，顾助理害怕地咬着嘴唇，朝关羽疯狂摇头：“不要啊，夫人，他才不要穿高跟鞋和贵妇们争奇斗艳。”关羽别别扭扭地趴在季景周有力的后背上，感受到了彼此的体温烫的惊人，甚至还能够感受到季景周那喉结上下滚动的幅度。季景周怎么不知道是不是关羽的错觉？他总觉得季景周的语气温柔的不可思议。他继续没话找话：“你的喉结还挺活泼好动的，谢谢。”逼仄的环境，暧昧的话题，顾助理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待在这里，他应该待在车底。有没有一种可能？季景周微微一顿拉长音调：“是因为你快要把我累死了。”死丫头一身牛劲，差点把他勒得翻白眼。关羽连忙松了力道。季景周背着他慢慢往回走，好不容易即将走到拐角处，突然听到不远处一男一女的争吵声：“季凌恒，你放开我！”季景周正要向另一条路走，顾助理却突然把他们拉住，然后躲在拐角处，一直到一男一女从他们面前路过，走进他们要走的那条通往正厅的路。季凌恒，你要干什么？这里都是人。关羽拍拍季景周的手臂，示意他放自己下来，然后悄悄冒出一点眼睛偷看。只见男人一只大手轻而易举地将女人脆弱纤细的手腕握在手里，并且用力举过头顶，靠在墙上，发狠似的侧过头吻她。这个名叫季凌恒的，关羽有点印象，毕竟这个人在原文中所占的篇幅不小，他就是传说中男主的御用医生朋友，深夜随叫随到给女主看病的御前太医。书中的男二也是季景周的弟弟，两个人一个是正统的反派嫡长子，另一个是男二私生子。从季凌恒被接进季家的那天起，他们兄弟二人就水火不容。而男主男二两个难兄难弟，一个是自己的女人喜欢季景周，另一个是自己的女人被季景周看上。原文大结局，男主扳倒季景周这个大反派，季凌恒这个男二可是出了不少的力。季凌恒你混蛋！清脆的一声巴掌声响起，躲在拐角偷听的三人同时僵住，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关羽感叹似的低声自语，不愧是言情小说中的配角，连生起气来都只会骂你混蛋。季景周挑眉，怎么听起来你倒是会骂人？不要问，你会害怕的。关羽郑重其事。他们三人正想着如何绕开这个小院子，却猝不及防吃到了自己的瓜。裴离啊裴离！季凌恒看似温柔地抚摸上裴离的脸颊，眼里却是不符合他长相的狠厉。你看着我，会想起我哥吗？拐角里三人面面相觑，关羽拧着眉嫌弃地盯着季景周，眼里赤裸裸充斥着你这个七弟半女的渣男。季景周沉默片刻，良久才吐出一句话：我比他帅多了。关羽翻了个白眼。另一边季凌恒慢悠悠道：可惜啊，他的身边有了其他女人，虽然那女的愚蠢又无脑，但是聪明如你，却输给了这么一个女人，反而嫁给我这个你看不起的私生子，你不觉得丢人吗？突然吃瓜吃到自己，关羽缓缓抠出一个问号：谁愚蠢又无脑？他怒视着忍笑的顾助理，刚才不走，非要在这听墙角，这下好了。另一边的裴离别开脸，沉默不语。季凌恒发狠似的把他往墙上一推，霸道的桎梏住他的手腕，用力往墙上撞，接着用力咬了一口他的唇瓣，绯红血色很快沁出。不要！裴离流着眼泪别开脸，我怀了你的孩子，是吗？闻言，季凌恒讽刺一笑，究竟是我的还是我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吧？季景周皱眉看向关羽，后者像是没事人一样看向顾助理。顾助理看到两人都看着自己，他满头问号的指着自己，沉默的震耳欲聋。我的吗？没人通知他呀。关羽咬着牙低声骂他，谁让你刚才让我们躲起来的？现在好了吧？进退不得，你满意了吧？顾助理脸上写满了我是无辜小白花我不知道的委屈模样，他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夫人，刚才职业病犯了。助理守则上有说，当听到角落、拐角、楼梯、办公室等隐秘地点有发出奇怪的声音，我们助理要做到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不出现4大准则。所以刚才下意识，谁？季凌恒敏锐地察觉到拐角有人在低声窃窃私语，眼里闪过一抹寒色，厉声呵斥。关羽不管3七21，直接把顾助理推了出去。顾助理一时躲闪不及，踉跄着落入两人的视线范围。顾助理很快调整好了表情，微笑着打着招呼：两位下午好。可恶的夫人！季凌恒狐疑地打量着他，你是我哥身边的人。而旁边的裴离看到来人，脸颊骤然失去血色，你这助理怎么回事？不在我哥身边待着，来偷听我们墙角。顾助理义正辞严，我们总裁绝对没有和我一起偷听墙角。季凌恒皱眉，我哥也在。季景周一脸无语。关于深谙丢卒保车的道理，伸出罪恶的小手，用力一推季景周的后背。季景周手上还提着关于的高跟鞋，两个大男人以及一双高跟鞋，哪怕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季凌恒也想歪了。大哥，季凌恒的眼睛有些迷茫的在两人身上以及那双高跟鞋上来回流转，这事嫂子她知道吗？心中则暗喜，嘿嘿，吃到大瓜了，扯平了。不过大哥和他的助理玩的挺花呀。顾助理侧头看了一眼总裁暧昧的勾着的高跟鞋，连忙退开几步拉开距离。二公子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恶俗啊。我当然知道。季凌恒嘴上这么说着，眼神却越发奇怪。你们刚才是在听墙角？季景周微眯着眼，嘴角噙着坏笑。我夫人也绝对没有一起偷听墙角，她只是恰好路过，对不对？关于无语，只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嘿嘿，好巧啊。季凌恒先是一愣，转而冷笑，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呀。既然大哥都听见了，那我们就把话说开了吧。季凌恒充满敌意地盯着季景周，剑拔弩张的气势不像是凶狠，更像是争抢地盘的野狼。盯了一会，眼睛有点干，他笑着转头看向旁边脸色
苍白的裴离，你不是很想看见他吗？现在人来了，但是他身边好像多了一位美人啊，这下你肚子里的孩子好像就要成为你最讨厌的私生子了呢。闻言，关于直白的揭穿他，别装了，你刚才骂我蠢笨无脑，我都听见了。纪凌恒的笑容顿时僵住，内心咆哮，不懂什么叫暗潮涌动，勾心斗角吗？上来就给他真诚必杀技，在喜欢的人面前如此狼狈，裴离忍不住崩溃的喊道，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孩子是你的，你混蛋！纪凌恒冷笑，我看是我哥的吧？你的，我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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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我哥的。此处省略250个字。我的，是我的孩子，行了吧？关于实在听不下去了，这原著小说想水文也不是这么水的吧？人物对话都能水几百字了。突然被打断的纪凌恒愣住，裴离吸了吸鼻子，鼻尖通红，满眼的茫然。顾助理一脸佩服，夫人真是路见不平，题库相助啊！两个男子汉大屁股的，是谁的孩子就认为，推三阻四的。关于拿回纪锦州勾着的高跟鞋，边穿边抬眼和裴离说话，大妹子，你要是有困难就和我说，我看看能不能帮到忙。裴离一愣，他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道忙？他听到的是道忙吗？关于一手拉着纪锦州，一手拉着顾助，从两人身边擦着走过，走到一半停下脚步，转头对裴离说道，你有大忙我帮不上，有小忙也不一定想帮，但是有事你就说一声啊，反正你也没我的联系方式。裴离一言难尽的点点头，连突然见到纪锦州的伤心委屈情绪都冲淡了不少。谢谢，小事小事，就随口一说的事。关于揪着两人的手臂衣袖，走进通往大厅的路。纪凌恒看着他们三人离去的背影愣神，他刚才好像是说大忙不想帮，小忙懒得帮，对吧？裴离艰难的嗯了声，那他怎么说的那么仗义啊？不知道。长廊上，顾助理再次发出赞叹，夫人真是太女人了，夫人是怎么心安理得的说出如此豪迈的废话的？熟能生巧，自学成才呗。关于谦虚道。三人通过长长的走廊，终于来到了亮堂宽阔的大厅。沙发上和四周零零散散站着举杯笑谈的人，个个谈吐不凡。迎面撞上一位身着月白暗纹旗袍的中年女人，她吊梢眼柳叶眉，模样珠圆玉润。她上下打量了关于一眼，说出来的话却是阴阳怪气。哟，这是谁啊？空心萝卜中看不中用。中年女人撇了撇嘴，听说你在网上又挨骂了，一辈子都在做蠢事，你可真够有毅力的。她对着关于挑衅的勾了勾唇角，然后转身招招摇摇的离开了。关于一出来，突然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她甚至怀疑是不是在骂顾助理，都没想过是在骂自己。呸！坏心眼的老太婆。她走后，关于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对着她的背影满嘴放炮，祝你生孩子上面有眼下面没眼，天灵灵地灵灵，保佑他儿子是个灵。她发现身边的两个男人突然没音了，而且都是十分一言难尽的神情，尤其是纪锦州脸色很不好看。关于这才想起来问了一嘴，对了，他谁呀？为什么莫名其妙骂我？我妈。纪锦州言简意赅。闻言，关于挠挠头，看着墙上的一幅画尬笑道，这画不错。顾助理尬笑着打圆场，夫人你也真是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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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关于也陪着干笑，还挺巧的哈，心想说明这顿骂命中注定属于他。纪锦州假笑了一秒，下一秒恢复冷漠，好笑吗？还不快走！他们三人是第一批落座的，餐桌上陆陆续续上了菜，从桌头摆到桌尾，目测可以摆100多盘。夫人还会目测？顾助理一脸惊异，如果摆不下100多盘呢？关于满脸的无所谓，那就是我目测错了呗。其他散布在大厅各个地方的三姑六婆们接连入座，每次落座前都有一个固定的流程，嫌弃的打量着关于，然后阴阳怪气的说一句，这就是老太太非要锦州娶的老婆呀，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奚落的话题不是围绕着他那些花边新闻，就是不满他出去抛头露面，败坏季家的名声。关于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他知道等下女主江苏安也会来，跟着季家的养子，也就是本书的男主丽婷南赴家宴，这些坏蛋都是替他准备好的小怪，全员恶人。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针对女主江苏安，奚落她，嘲讽她，给男女主制造误会和隔阂。至于关于，只是一个开胃小菜，是被连带着一起嘲讽的无辜路人甲。一开始的关于还游刃有余，10几轮下来，关于受不了了，就算再怎么能舌战群儒，也经不起一轮一轮的人身攻击车轮战。他索性抬起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转头嘱咐纪锦州，等一下我看你嘴型，如果是恶评的话，你就不要让我听，然后帮我骂回去，知道了吗？凭什么？凭我是你老婆，那你也不能命令我。凭什么？凭我是总裁。关于冷笑，只有没用的老公才会让自己的老婆挨骂。关于戳着他的心口，你以为他们是在骂我吗？其实他们是踩着我骂你。纪锦州恍然，知道了，打狗还要看主人，对吧？关于一顿满脸纠结，话也不是非得这么说。纪锦州的视线向他左上方偏移了一下，嗓音不咸不淡，又来人了。关于立刻抬起双手准备捂耳朵，记得帮我骂回去，我不想说太多话，那你就反弹。这些亲戚就像是被作者设置好情绪的 NPC， 机械的重复同一个流程，靠近攀比，然后一起骂关于。关于听不到的世界里，他盯着他们的口型张张合合，然后一脸期待的看向纪锦州，等来的却只有重复的口型。姑姑来了，反弹，恶评不要听；婶婶来了，反弹，这也是恶评不要听；三姨婆来了，反弹，还是恶评。关于麻木了，怎么线上线下都是恶评？直到今天的主人公裴离和纪凌恒推开大门进来，欢快嘈杂的气氛凝滞一瞬，这就是凌恒带回来的女朋友。说的好听是女朋友，说的不好听些，就是个换得情的床伴吧。凌恒把这种女人带回来，不怕把他父亲气死吗？关于终于松了口气，纪凌恒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裴离也像没听见一样，挽着纪凌恒神色自若地走向关于身边的空位。裴离礼貌地朝关于点了点头，然后在他身边落座。裴离原以为身边这个女人在走廊听到了自己对她老公有想法，不会给她好脸色看，谁知道她欲言又止地看了自己好几眼，然后有些感慨地说道：“他们都骂我，还好你来了，谢谢你啊。”裴离表情一呆，纪锦州斜睨了关于一眼，轻声开口：“貌似这些骂我都替你挡了吧？只有没用的老公才会让。”关于又要说，被纪锦州抬手打断，他意味深长地盯着纪凌恒，挑衅道：“凌恒，只有没用的男人才会让女人挨骂，你以为他们是在骂你女人吗？其实他们是在骂你。”关于不满地用手肘戳了一下他的腰：“你有没有礼貌？人家有名字，叫裴离。”纪锦州吃痛，知道了。裴离和纪凌恒俱是眼中晦暗不明，只有顾助理抿着嘴露出慈母笑。夫人训老大跟训狗似的，真好玩。桌上的那些奚落嘲讽突然消失，关于抬起头看，众人正襟危坐，齐齐望向某个方向。关于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只见一对白发的老人和一个中年男子。旁边的纪锦州有点不放心，他觉得关于的脑子似乎被
背门夹过，不然怎么连他妈都记不清楚？他不放心的叮嘱道：“那男的是我爸，搀扶着的是我爷爷和奶奶。不对，关于面色沉重的反驳，那不只是爷爷奶奶，那还是我的金手指。”季景周一愣，原文中要不是关于的原主早死，不然靠着这2座大山，就算离开了季景周，原主也能过得很好。老太太朝他们的方向笑着招了招手，这个方向的人都以为是自己。受宠若惊回以招手的人，都会被老太太回以一记嫌弃的眼神。只有关于知道他看着的是自己，他自豪地站起身，整理衣服，清清嗓子，然后狗腿般的朝着2个老人家小跑过去。顾助理有点不忍直视，奶奶。关于搀着老太太的手臂，亲昵的叫她。老太太脸上的笑容不断加深，看上去很是面善。小媚珠好像瘦了不少啊，只认奶奶不叫爷爷了。旁边的老人佯装生气，关于甜甜的又叫了声爷爷，然后站到2人中间，一手搀着一个，三言两语的就把他们哄得眉开眼笑。他们像是祖孙3个亲亲热热的聊着天，把其他人都晾在了桌上。最后还是季景周的父亲季兴德看不下去了，爸妈，大家都在等你们呢。老太太拉着关于的手，和众人打着招呼，没人敢欺负我的宝贝媚珠吧？众人连忙尴尬摇头，怎么会呢？这么漂亮乖巧的小女孩，我们疼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欺负她呢？老爷子声音沉稳又有威严，是吗，媚珠？相比于老太太温柔宠溺的喊她媚珠，老爷子铿锵有力的2个媚珠一出，让关于觉得他似乎真的是在叫猪，在森林里横冲直撞的那种野猪。看着身边的2根金手指，关于故意沉思拉长语调，事实上就没几个人没欺负过我的，他们都骂我，一个接一个的骂我，换着花样的骂我。闻言7大姑8大姨顿时一阵尴尬。第检测到宿主有打小报告的恶劣行为，恶女值+1，宿主可通过1比1兑换生命值，也可在满10点恶女值后解锁商城兑换神秘奖励。商城，关于一听就来劲儿了，系统商城一听就是金手指遍布的地方，他连忙问道：现在最快获得恶女值的方法是什么？抢劫，把所有人抢个遍。